家人们，如果你们决定来重庆玩，千万别再落江北机场了。你听我的，你试试万州。除了最出名的烤鱼，我也真的是被这个地方的风景惊艳到。你们知道它是什么感觉吗？大概就是给眼睛装了广角相机，无论多高的楼房，就像无视物理规律似的，在山上高高的耸立着。长长的台阶仿佛通向南天门，看着就眼晕，爬一会儿就感觉腿都快断了。而当我爬了整整17楼，到一幢居民楼的楼顶俯瞰，长江、大桥、车流、船只就混合着阳光清新的味道。隔壁学校的顶楼操场，孩子们课间10分钟撒欢的叫喊声和中国的整点报时就在空气中碰撞着，响彻云霄。你就会觉得整个城市既悠闲安逸，又一点都不小家子气。这大概就是长江注入的能量。然而呢，这毕竟也是重庆的地界，短了啥也不会短了你的嘴。所以除了鲜香麻辣的烤鱼，这里还有像迷你版粉蒸肉一样的格格，小笼装的，肉糯又有嚼劲儿，下面是香喷喷的土豆，还有据说能秒杀重庆小面的肉巨多，充满了酱香味但一点都不腻的炸酱面。但当我大快朵颐之后，当我走进三峡移民纪念馆，我才知道，如今这样美好的万州，竟也是万千移民舍小家为大家才得以建成的。为了防治下游的洪涝灾害，当我们决定建设三峡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无数三峡人民要为国迁居，让自己以前的家被水淹掉。这是一项1000年伟业，但好在大家众志成城，成就了万州这座城市，也让这里不光汇聚万川，更是万众一心。而当我们继续沿着长江走，途经云阳县的时候，山似乎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高了，真的感觉快要摸到云朵和太阳。而绝大多数重庆小面所用的面条就产自云阳。匆匆品尝了一碗牛肉的和一碗豌杂的，我们就终于来到了三峡的最西端奉节。看着这一隅景象，是不是很熟悉啊？一样的，哈哈。是了，这里就是夔门瞿塘峡，而它的旁边就是那个著名的白帝城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虽然没有朝霞和彩云，只有日落的余晖；虽然没有两岸提不住的猿声，只有奇峰陡立，峭壁对峙。但当你登上三峡之巅，看山河壮美，还是会感受到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然。而另一首写爱情的诗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也就是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站巫山。百闻不如一见啊！诗中总觉得充满着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巫山，我看到它的这一天却是晴空万里。听着导游唱完山歌，又讲述着这里交通的不便，我才意识到，在外人看来的无限秀美处，对当地人来说更是天堑。试问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谁又会愿意出生在大山里呢？可如果你就是降生在像巫山下庄村这样一个四周都是绝壁的天坑村，出一次村就要冒着生命危险爬3天岩壁，你又会如何选择呢？1倍、2倍、5倍，那是靠手机镜头完全拍不出来的深度，是看一眼头就会发昏的程度。而缠绕在峭壁上这些像丝带一样飘摇起伏的道路，就是下庄天路。是的，这个仿佛在井底的下庄村选择了自强不息，愚公凿山。他们住在悬崖上，签生死状，牺牲5条生命，换来了村庄的富裕，换来了后代的幸福。从三峡到下庄，你就会发现重庆人民的那种精神力量是无穷的，那种无私奉献是永恒的。离开巫山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山顶的机场，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飘来几缕白云，也算是在最后时刻让我没有留下一丝遗憾。飞机起飞之后，我望着窗外，突然觉得自己该向着崇山峻岭致敬，向着大江大河致敬，向万众一心奉献一生保卫河山的重庆人民致敬。好了，又撞脸了。一开始我以为我是井柏然，没想到是这黑衣男。我叫刘默，是老板的司机兼助理，今天负责安排大家上岛。
一开始我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机，请跟我来。但当我刷了几个剪辑号之后，我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。刘墨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转易拉罐的小细节直接暴露了自己，他竟然就是整容后的废壳。那个不起眼的管家才是全剧隐藏最深的人。刘墨双重身份出乎意料，所有人都被他骗了。妈呀，这次我不会是幕后大 boss 吧？